是你远眺未来的山岗。当你站上爱的高处，眼里充满着光亮。回去好好反省。将离开山岗，叫你背公式背公式，你都背到哪里去了？告诉我，像你们这种从小到大就很聪明的人，根本就不懂我们这种不会念书的人的痛苦。不要迷失方向。我是哪里做不对了吗？我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是为了这个家。曾经我的脚步有你隐隐闪耀和陪伴，当我走向新的旅程，满心感恩不能忘。我终将张开翅膀，飞向更宽阔的远方。成长路不管多难，爱是我的行囊。晚上收在抽屉里头啊。我不记得这件事。唉，怎么搞的？这搬个家，东西就通通都不见了。妈，你看，围巾在这啊，就放在抽屉里头啊。这谁收的？真不懂，这搬个家，这东西就通通都不见了。好，都是我不好，妈，你别生气，都怪我给你乱收东西。以后啊，我要收东西以前，先经过你的同意，好不好？我要美伦啊，帮我收。哎。这美伦呢？妈，你忘了，美伦退休，现在去花莲慈中教书。这2天她过去新生训练。哦，她退休啦。各位1年级的新生及家长们请注意，到校后请先至宿舍报到。然后请将行李放置在宿舍内，若有不清楚的地方，可接洽接待处询问。各位同学，晚餐的时间呢，不需要集合一起去用餐，主要就是希望大家可以先回寝室洗澡。要先洗澡还是先用餐，你们可以自己安排时间。不过呢，一定要在6点20分之前到餐厅用餐，要不然就没有晚餐可以吃了，知道吗？知道。好，同学手上都有作息时刻表，千万不要弄丢了。这上面啊有清楚说明我们每天作息的时间。接下来的辅导课，我们都要按照表上的时间来作息。上完2个礼拜的辅导课之后，你们就可以回家1次，然后就正式开学咯。啊，怎么都没有玩的时间？对啊，又还没有开学。对啊，你看，还要那么久才能回家哦。哇，那么久才能回家。好了，同学们安静，安静，安静，先听老师说。来慈中报到呢，就意味着暑假已经结束了，所以大家要开始收收心哦。等一下，老师会安排大家来自我介绍。毕竟接下来我们要一起生活3年的时间，透过自我介绍可以认识彼此。还有，我们也会选出大爱班的班级干部。不过在这之前啊，老师想要先问问大家，慈济的4神汤指的是什么呢？
慈济的四神汤指的就是知足、感恩、善解，还有包容。这4句话跟同学有什么关系呢？其实啊，大家仔细的想一想，你们都是从很多人当中经过面谈之后，才有机会来慈中念书的。所以大家啊，要觉得非常知足。因为我们花莲慈中呢，有好山、好水、好空气，还提供大家一个很好的学习环境。所以啊，我们要感恩父母愿意花这么多钱让我们来到这里念书。另外，我们还要感恩来这边念书呢，可以跟这么多的同学结好缘，大家相处在一起就像一家人一样。因此，我们更要懂得善解，还有包容对方。如此一来，大家才可以在这里相亲相爱，快乐学习，并且啊，让自己成为一个拥有大爱的人。所以学校非常用心的把知足、感恩、善解、包容、大爱定为每一个班级的班级名称，主要呢就是希望同学们随时把这几句话的意义放在心里面，并且啊时时刻刻提醒自己要知足、感恩、善解、包容、大爱。说好，谢谢。说好，看你好像很累的样子，我们去喝杯咖啡。你还好吧？最近看你精神都不是很好。是因为搬去桃园，每天早起上来台北工作的关系吗？其实桃园离台北不会很远，大概是我最近都比较晚睡的关系。我最近上班精神也不好，每天工作量这么多，压力又这么大。听说隔壁部门已经好几个人辞职嘞。是吗？嗯。其实我一直想要辞职找别的工作。不会吧？我看你每天这么努力认真工作，老板又这么赏识你，你怎么会想要辞职啊？现在这份工作虽然我做起来不讨厌，可是也不是我喜欢的。那你喜欢做什么工作啊？我想要找能够让我心灵快乐的工作。我一直认为赚钱的多寡不是肯定一份事业的准则。我相信一定有更有意义的事情能够开启我心灵的快乐。就像我妈，她找到慈济做得很开心，去慈中教学她也很快乐。所以我很希望可以跟她一样，找到能够让我心灵快乐的工作。我想每个人应该都会有吧，只是时间还没到啊。介绍一下新来的老师谢素玲，这位是方美伦老师。你好，你好，谢老师很年轻哦。他才刚从学校毕业就来慈中服务。是吗？现在很少有年轻人愿意来花莲教书了，真的很欢迎。方老师可是教学很有经验的优秀老师，如果你有什么问题都可以请教他，他会很乐意跟你分享的。不用客气，我们可以一起讨论。这2天家里还好吧？很好，你不用担心。奶奶她都有按时吃药，所以病情控制得还不错。只是有时候她找不到东西，会跟爸乱发脾气。
妈，你不用担心啦，我下班都会尽早回去陪奶奶聊天的。爸他最近也不错啊，倒是你自己要多照顾自己身体，都已经这把年纪，还要从1年级的小鬼开始教起。你记得有时间要多运动哦，不然你在那边生病，可是没有人照顾你的哦。我知道，我会好好保重自己。谢谢你的关心哦。终于回来啦！来，啊，这是你最爱吃的，多吃点啊。这教书啊，很辛苦啊。妈，谢谢你。妈，我工作也很辛苦啊，你怎么不夹菜给我吃啊？你哦，这平常跟妈唠叨最多了。来，妈也先给你来，啊，哦。谢谢。我去接。喂。啊，你好。哎，好久不见哦。啊，是吗？可是我现在在花莲教书，我可能没有空哎。好，我看哦，我可能要跟我先生商量一下。我知道，谢谢你哦。好，再见。怎么了？我之前不是有入股一个朋友他表姐经营的素食餐厅吗？他刚打电话给我，说他表姐要移民去美国，几个股东啊都想撤股，可是店才刚装潢，而且房东的押金也退不回来，所以他就在问我是不是有意愿要自己顶下来做。是吗？怎么那么突然啊？是啊，可是我对经营一窍不通，所以啊，我就跟他说要再问问你的意见。除非我们家有人能去经营管理，不然店顶下来不去管它，时间久了会有问题。更何况我们对于经营餐厅很不熟悉，我看还是放弃吧。那就再考虑看看吧。我之前跟我同事聊到自己将来想要做什么样的工作，我说我想要找一份能够让心灵永续快乐的工作。但是你不要误会，我不是指慈济，那是你找到的，我还在找我自己的。娃娃，妈妈从来都没有强迫你要跟着我一起做慈济，不过我还是很感恩你一直在接送我。我只是希望将来啊，不管你做什么，只要你觉得高兴最重要。所以如果你想清楚了，就去做吧。妈，你说你入股的那个餐厅地段是不是很好，生意也不错，是吗？是啊，它在台北的东区，
听说客源很稳定。不过啊，我刚才想了一想，你爸爸说的没有错，餐厅顶下来啊，的确需要有人去经营管理。虽然会觉得很可惜，但是我看我还是去跟对方说，我也退股好了。妈，既然餐厅的生意不错，那我们就顶下来做啊。我可以去餐厅帮忙。所以经营餐厅就是你刚才说让你快乐的工作啊？那不是我的，那是为了要让你快乐。你刚刚说放弃了餐厅会很可惜，既然这样的话，我觉得我多方面的学习是对我好的，而且多学一样东西就是多一种经验嘛。虽然我没有经营过餐厅，可是我也想要好好努力学习，这样总比你放弃感到可惜来得好吧。娃娃，你真的不必为了我。妈，我当然要为了你啊，你是我妈哎。再说，你以前为我付出了这么多，现在我也想为你做一些事情。那你现在的工作不就要辞掉了吗？现在这份工作本来就不是我喜欢的，我之前就打算要辞职，只是怕待在家里会被爸念。你爸也是为你好啊。我知道，不过他就是太爱念了。妈，我跟你保证，我一定会努力的学习，好好经营餐厅。你放心。把餐厅顶下来交给娃娃。是啊，我想让娃娃试试看。可是你明明知道娃娃他没有金钱观念，而且他还没有经营管理的经验啊。谁说一定要有经验？有心最重要。再说啊，这是娃娃第一次主动说要帮家里的忙，他还跟我说他会努力。我知道你在顾虑什么，但是我们也都看到娃娃的转变了。他开始懂得关心我们，逛街花钱的次数也减少了。现在的娃娃知道自己想做什么，不能做什么。如果他也愿意试试，为什么我们不能再给他一次机会呢？但是万一这一次他又失败了怎么办？还没做，怎么知道会失败呢？我知道，娃娃以前花钱的记录不好，但是我不想去用以前的标准来设限他，剥夺他学习成长的机会。凯莉，我们就再相信娃娃这一次，好吗？经过这么多年，我是真的觉得娃娃不一样了。虽然不确定让娃娃接手餐厅会有什么结果，但当时我心里是真的觉得，或许这么做会给娃娃另一个成长的机会。方老师、谢老师，有没有什么问题需要我帮忙？还好，我正在看我们班的学生资料，我想多了解学生的背景。
我昨天也刚看完我们班上学生的资料，真没想到其中的学生是来自全省各地。汉玉凤主任啊，在跟学生面谈的时候，我就知道了，我们每年报名的人数原来有这么多，就连面谈啊，都要分北、中、南、东4个地方同一天举行呢。现在越来越多的家长认同师傅的教育理念和理想，所以都愿意把孩子送来这里念书。徐主任，我有一个问题想要请教你，就是学校规定全校的学生都要住校，3餐呢也是在学校吃，而且是吃素。但是已经开学一阵子了，班上好像还是有些同学不太能适应。是啊，我也想要了解一下，还会遇到学生什么样的状况。主任，你就跟我们分享一下吧。每年学生的状况总会不太一样，不过大部分的问题就是孩子想家，无法适应这么规律的生活，还有同寝室同学因为生活习惯不同而产生的摩擦等等。想家？我看班上同学玩得还蛮开心的啊。那是因为之前的辅导课才2个礼拜就让他们回家去了，同学们会觉得好像参加夏令营一样，当然不会很想家。可是现在辅导课结束，正式开学了，他们会有好一阵子都不能回家。根据以往的经验，想家的问题就会慢慢浮现上来。也就是说，班上有20几个同学，那我要面对20几个不同的问题。谢老师，你不要太担心了。方老师啊，是一个教学经验很丰富的老师，如果你有什么问题，都可以请教他。在词中啊，我也是新生，不过我想，只要把这些学生当作是家人或者是孩子一样看待就好啦。虽然你们都已经开始团体生活，可是老师发现有一些同学还需要多一点时间来适应。老师希望同学们除了遵守学校的校规之外，透过团体生活，也要学习去尊重自己、尊重别人，还有彼此包容、彼此配合。如果有遇到任何的问题，一定要来找老师，或是社爸社妈，或是到办公室找生教组长，知道吗？知道。老师哦，我们又不是圣人，要做到这样很难呢。这些都很基本，一点也不困难啊。老师会陪着各位同学从生活中开始做起。就拿刚才魏家勇他要发表意见这件事情来说，只要同学想要发表意见，就应该要举手，等到老师请你说时再说，这就是生活中很基本的礼貌。希望老师今天说过之后，同学们也都能够做到。同学们吃饭要坐好啊，来，坐好坐好，对。来，吃饭啊，碗要像这样拿，这是龙口含珠，大家要改过来哦。来，什么啊？每天都只给我们吃菜，根本都没有吃肉嘛。拜托，吃素不是一开始就知道的吗？你还在抱怨什么？对啊，而且我觉得素菜也很好吃啊。对啊，很好吃啊。对啊，意见那么多干嘛？你吃就对了啦。哎，你在干嘛？老师，什么事？魏家勇都把素肉夹光了。你很啰嗦哎你！魏家勇，把素肉夹回去。大家听好，吃饭的时候啊，讲话要轻声，而且用餐呢，也要懂得跟人家分享，不可以贪食。大家要在愉快的气氛之下用餐，知道吗？
陈一句，请你把音乐的音量关小声一点。宿舍还有其他的同学要休息，不要让你的方便造成别人的不方便哦。哦。其他的同学也要跟着注意，既然大家生活在同一个寝室里，就要学会互相尊重彼此的生活空间，知道吗？知道。我想回家，我真的很想回家。妈，再见。李敬德，你怎么在哭呢？是不是有同学欺负你啊？那还是因为想家吗？是因为想到爸爸妈妈，所以难过的睡不着吗？老师，我很想家，我想回家。来，会想家是正常的啊。老师来花莲教书。也常常想起我的家人，可是当初我们都是自己决定要来慈中的啊，你要来好好念书，老师要来好好教书，所以我们都要把心思放在该做的事情上面，不要让爸爸妈妈担心嘛，再说。我们每个月都可以回家一次，你再忍耐一下，就可以回家看爸爸妈妈了，好不好？可是我不知道我来了之后会这么想家，想我妈。如果哭可以让你好过一点。你就尽量的哭，好，老师在这里陪你哦。可是我想回家。谢老师，方老师，方便跟你聊聊吗？可以啊。怎么了？是心情不好，还是被学生欺负啦？我今天真的快要举白旗投降。我们班上的孩子，这个吵着说要回家，那个吵着说要转学，我整天都在应付这种突发的状况，但是我又不知道怎么样处理才是对的，我的压力好大，我不知道我还可不可以胜任这个工作。你当然可以胜任这个工作啊，只要你把心情调整好，懂得运用方法，而且啊，不要给自己这么大的压力。其实啊，我也是来到慈中之后，才慢慢有不同的体会。我在之前的学校教书，除了老师的身份之外呢，我也开始懂得要跟同学还有家长做朋友。
只要他们任何一方有问题啊，我们就要学习去扮演他们的名师。名师？是光明的名师，而且啊，还要扮演家长的义友。为什么？现在你可能还体会不到，不过你只要记住我说的话，一定要让家长成为你教育的助力。先跟家长做朋友，适时的呢，给他们一些正确的观念，让他们可以跟着你一起教育孩子。总之，来这里教书呢，我们每天跟孩子们密切的相处在一起，在某个程度上来说啊，我们也算是在扮演他们的姐姐或是妈妈。没错，我也有这种感觉。像我刚才啊，就遇到我班上一个学生，因为想家在哭，这就让我想到以前我女儿在英国念书的时候，我这个女儿因为在台湾念国中的时候很不快乐，所以我就把她送去英国。那时候她哭着打电话回来，跟我说不适应那里的环境。结果啊，我只顾着要她安安分分、好好的念书，完全没有关心到她的心情。我在想，我现在可以做的啊，就是好好关心这些孩子们离家的心情，或许可以让他们早一点适应团体生活。听你这么说，我也回想起大学住在外面那种想家的心情。谢谢你的提醒，我会尽我的努力试试看的。我想，等同学们相处久了、熟了之后啊，这样的情况一定会改善，而且想家的问题也会减少的。怎么样？现在的心情好多了吗？对不起啊，你这么忙，我还给你添麻烦。不要这么客气，有任何的问题啊，你都可以来找我，我一定不吝啬把我过往的经验都告诉你。谢谢你。姚小姐，你今天特地叫我们这么早来，有什么事情吗？餐厅这礼拜生意不好，我想知道问题出在哪。小叶，每天的采买和进货都是由你负责的吗？没错，之前老板交代，厨房的事由我负责，所以采买进货都是我全权处理。那以前的老板是不是都不会管你要买什么样的菜，还有要叫多少量的货呢？通常啊，都是我开菜单，跟他说进多少货就可以了。那预算呢？总应该有一个预算的金额作为叫货参考吧？姚小姐，你这么问是什么意思啊？你不要误会了，我只是觉得最近的用餐和菜单都不是很好。菜单哪里不好？当初钱老板就是因为我手艺好才请我的。可是手艺好，不代表这一区的客人他们可以接受。我在想，我们是不是应该要做一个市场的调查，来了解这一区客人他们偏向什么样的菜色选择？听你这么说，是我不了解客人的口味了。我不是这个意思，我只是觉得我们更应该要去了解客人他们到底需要什么。什么东西嘛？你外行你懂内行，我不干的可以吧？我只是在跟你做沟通，你没有必要这么生气吧？我当厨师到现在啊，还没有人这么跟我说话。你去做你的市场调查，我看你这样乱搞，你这家餐厅可以撑多久？姚小姐，厨师走了，我们现在该怎么办啊？
这里交给我，你先去休息吧。哦。来台北开会，顺便来看你。怎么回事啊？怎么生意那么差？厨师小叶嘞？他不做了，我临时找不到人帮忙，今天中午只能出火锅，不能出餐，所以客人少了很多。怎么会这样？厨师为什么会临时不做？是他自己不做的。这样也好。餐厅的业绩一直在下滑，小叶的菜单根本留不住这里的客层。我们这间餐厅是靠他做起来的，你有没有搞清楚啊？我们餐厅是要靠他的手艺耶。可是我问过最近来用餐的客人，他们对于小叶菜单的评价是普通。我本来想说，等我研究完之后再跟他做讨论。现在既然他已经不做了，我也没有必要留一个没有心的人下来跟我一起做事。娃娃。你才接手这个餐厅多久？你懂得有比厨师小叶多吗？你以为换了厨师、换了菜单，生意就会好吗？你以为要找一个好的厨师有那么容易吗？我不认为厨师好找，可是我相信一定可以找到合适的。至于菜单的部分，等我研究完之后，我再跟你说。你完全不跟我讨论，或是先跟你妈讨论？你就自己决定这样做是不是？我现在不就在跟你做讨论吗？你这样叫做跟我讨论吗？爸，从我答应要来帮忙餐厅，我就告诉我自己一定会努力，我一定能让餐厅上轨道。你跟妈那时候不也答应说要让我去试吗？那就应该要放手让我一个人做做看。可是你完全没有经营餐厅的经验啊！如果你认为我从过程中慢慢学经验，没有办法应付餐厅的经营和管理，那你是不是应该介绍你的朋友给我认识？我记得林波波是经营餐厅的，如果你认为他给我的意见能够让你放心，我可以打个电话请教他，我也请他推荐好的厨师给我，这样可以吗？反正我说什么都没有用，厨师都已经走了，自己看着办吧。最好不要把餐厅给搞垮。方老师，凤主任，今天谢老师跟我说，他们班又有一个同学说要转学。相信谢老师一定能做最好的沟通。是啊。他最近成熟很多，这都要多亏你将教学经验分享给他。这是他自己的努力跟用心，我没帮上忙的。还是要感恩你呀。其实每年呢，都有一些同学，就算已经吃了一阵子的素食，还是会不适应。但除了吃素的问题以外，在生活上面也有很多习惯是需要调整的。是啊，像我班上就有一个学生很不爱干净，每天都不换袜子、不洗衣服，班上的同学啊都嫌他臭。我跟他沟通之后，他竟然说他要等假日再拿回家给妈妈洗。我在想啊，是不是要用鼓励的方式来让这些孩子改变他们的生活习惯？我虽然没有带班级，但是对学生的状况我也了解。来慈中这几年，我发现自己好像跟着这些孩子，又再一次经历我女儿的青春期。我也有这种感觉，可惜我以前对我女儿太没有耐心。现在想一想啊，我真的觉得很对不起我女儿。
没有谁一开始就会做妈妈的啊。我自己也不是十全十美的母亲，我想我的女儿对我一定也有抱怨，但是毕竟我们都尽力了，是吗？晚上好。好，赶快睡觉哦。你现在了不起是不是啊？我跟你讲，我现在就用脱水机。哎，有没有听我在说话？把衣服拿出来啊！哎，魏家勇，你干什么？李敬德，你没事吧？魏家勇，老师刚才有听到你说是李敬德先来的，对吧？在学校做什么事情都要守秩序，既然是同学先来的，就要等人家先用完嘛，怎么可以用抢的呢？赶快跟李敬德道歉。魏家勇，你要去哪里？跟李敬德道歉啊！李敬德，老师先代替魏家勇跟你说对不起，好吗？你的衣服还在脱水，等一下再过来拿去晒。老师现在有些话跟魏家勇说，你先回房间好吗？谢谢老师。真是个倒霉的。你不但插队，还动手推人，你现在怎么一点反省的意思都没有呢？魏家勇，老师在跟你说话，你怎么可以这么没有礼貌呢？老师只有一个要求，刚才我已经帮你跟李敬德说过对不起，所以现在你欠我一次对不起，只要你跟我说了，你就可以回去休息。拜托，是你鸡婆哎！我知道你在家里是独子，爸爸妈妈样样都让你，没有人管得住你。但是老师一再提醒大家，在这里是团体生活，既然你选择来这里念书生活，就应该约束自己的言行。只有自己尊重自己，别人才会尊重你。老师，你先跟我讲这个干嘛？我不知道你什么时候才会了解我的苦心，不过你现在也不用不耐烦，只要你说了对不起，我马上让你回寝室。老师没有逼你，我可以陪你站在这里，一直到你说对不起为止。好，对不起。你刚才有在说话吗？还是我听错了？不管你要跟谁说话，眼睛记得要看着对方，并且大声的把你想说的话说出来。如果你刚刚是想跟老师说对不起，请你在前面加老师，不然我不知道你是在跟我说话。老师，对不起。好，老师听到了，以后不要再随便欺负同学，知道吗？回去休息吧。是天空的花朵，雨是落下的河，花是大地的女儿，你是我的困惑。
是无言的情歌，你是我的沉默。一样的雨，一样的雨，一样的花朵，结不一样的果。一样的你，一样的我，一样的年代，不一样的规则。我知道，我想说